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邱明姐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影片，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，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，Diesel Aria 山神号。我们现在人在坚石，我们今天要骑司马库斯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今天的骑乘记录，请参考我2024年8月28日的 Strava 记录。司马库斯对于我们单车人来说，绝对是闻风丧胆、恶名昭彰、谈虎色变，保证骑到全身疼的路线。今天我跟艳红就带着大家来解锁令台湾车友闻风丧胆的路线——司马库斯。我个人其实10几年前就骑过司马库斯了，那时候骑会休息好几次，只是最近台湾车坛流行一枪不休息的骑乘。什么是一枪不休息的骑乘？就是在抵达目的地之前，永远不要停脚。同一条路线有停下来休息跟没有停下来休息差非常多，两者的难度差别不可同日而语。在出发前，我分析了一下我的好朋友哈马桑2024年3月3日的 Strava 记录。哈马桑当天也是骑司马库斯 Strava 路段，逐60起点到司马库斯牌楼，53.46公里，总海拔爬升2622公尺。哈马桑花了3小时15分29秒骑完。我怎么算？这个时间就是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时间，而且有很强大的有氧能力，才能用3小时15分从坚石大桥骑到司马库斯。骑司马库斯永远不要停，永远不要休息，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。我们这次也尝试看看，最后我们花了3小时42分拖着小命骑完，骑到后面根本怀疑人生，眼睛超级雾雾的，头脑超级晕晕的。今天骑多少时间跟多少速度都无所谓了，会到就好。借由这次的机会，跟大家开箱我这次司马库斯骑乘车款 Diesel Aria， 有着不错的刚性与重量比，在车架的性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保持整车轻巧的同时，仍然不减骑乘中的刚性表现、耐久性和灵敏的操控。我们来到渔老19K 处的关键 T 字路口了，这边我们选择右转走近路，因为 Strava 路段这边是要右转。我们骑到渔老派出所了。Strava 路段渔老派出所前陡坡250公尺，平均坡度15.9%，陡啊！不要停，不要停，不要停。骑到渔老时，真的很想停下来喝饮料，可是我们今天永远不能停。到了秀峦关键路口，我们走错了，我们左转走外环。Strava 路段是要直走进秀峦镇上，其实路程都差不多，只是我们就没有整段 Strava 路段的成绩了。不过没事情，我自己再创一个 Strava 路段，逐60起点到司马库斯牌楼，跨湖秀峦走外环道，跨湖。前方红色漂亮的桥是秀峦大桥，秀峦大桥下方为白石溪。过了漂亮的红色秀峦大桥后，又是另外一段爬坡的开始。Strava 路段太钢20分计时，5.03公里，平均坡度8.2%。我们这天花了26分20秒才骑完。我们终于骑到太钢的关键路口了，我们确认一下，反正确认又不用钱，确认。左转往司马库斯，虽然账面上只是短短的16公里，可是我敢保证，这16公里绝对是我单车生涯中最难骑的16公里。这16公里绝非3类的康庄大道，而是恶名昭彰的羊肠小道、崎岖小路。一开始迎接我们的是4.5公里的连续水泥路陡下坡，手保证会被震到不要不要的。好不容易下到坡底的司马库斯桥之后，紧接而来的是连续陡坡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段爬坡。Strava 路段司马库斯大桥往司马库斯部落第一批3.63公里，平均坡度10.6%。在这个陡坡，我选择偷家，想要海放艳红，把艳红给甩掉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因为我想要再度让我的好朋友台湾的三铁好手、知名单车评论员、超爱看邱敏杰频道的观众谢生燕 Sam 帅气登场。艳红，陡坡要练啦。艳红，
您的陡坡真的要练啦！每次我们一起骑陡坡，您都被我海放，在这么偏远的山区被海放后自己一人独推，难道您都不会感到害怕吗？海放艳红后，迎接我们的是司马库斯最后一段爬坡，Strava 路段，司马库斯大桥往司马库斯部落第2批，距离6.03公里，平均坡度6.5%。在快要抵达司马库斯前，最陡 Strava 路段 The Last Step 惊叹号，距离540公尺，平均坡度15.1%。在我眼睛雾雾的同时，我领悟出一个爬陡坡的道理：不要看前面，看下面。一直看前面还有很长一段的陡坡，只会让我们感到害怕。看下面，专注当下，一步一脚印，踩一下算一下，慢慢撸，迟早可以把陡坡骑完。我居然在司马库斯发明出这么伟大的理论，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在讲废话的意思啦。经过了连续陡坡加水泥路的摧残之后，我的眼睛已经雾雾的，头脑也已经晕晕的，终于看到这个牌楼了。欢迎光临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。3分42秒后，艳红进站。艳红这个骑车姿势，如上考比，行尸走肉，丧尸来袭。你们以为艳红很不高兴吗？错，其实艳红的内心是感到无比的快乐、满足、宁静。这就是单车运动的魅力。超康摔车，怎样？超狗链啊！我脸上石头枪掉了。你有没有把人家地板弄摔破？好像有一点小裂缝。那你要赔国家。不好意思。而且我们这个方式很虐，一枪的，永远不能停。阿妈桑，你都不停了，他们学你。我个人在2014年2月28日的时候有来过司马库斯，那我们就来复刻一下司马库斯的照片。在司马库斯拥抱这颗石头，已经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。景物依旧，人事已非。这2张照片的相似程度大约有87%像。我们抵达司马库斯后，得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要去杂货店补给，还要再爬坡。杂货店在哪里啊？杂货店吗？哎，上面。滚！对，还要上坡。有电梯吗？未来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机会，可以在司马库斯增建电梯设备，提供我们这些骑到腔调的车友们搭乘。我们去司马库斯的餐厅休息一下。哦，很大吗？爆汁哎，有看到吗？可以。司马库斯的鸡腿套餐1份350元。我们来到司马库斯巨木群登山口。如果要来司马库斯来玩的话，通常都是走这个步道。不过今天我们没空啊，改天我们来有住一晚的再来走。我们要离开司马库斯了，此时的我们要的不多，希望一路平安就好。我们准备要离开司马库斯了。司马库斯又称上帝的部落，也称黑色部落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是黑色部落？因为司马库斯是台湾最后一个电通道的地方，所以以前电没有到，所以它是黑色的，晚上暗暗的。哦，要骑出司马库斯这16公里也是不好骑，不过好消息是这天天气很好，风和日丽。我们现在要回来到司马库斯桥，看一下那个桥，下面一点点。哎，对对对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救他一命。我不太敢抓哎。我们看到了一只，这是蝴蝶还是飞蛾？飞蛾扑火的蛾。对，飞蛾它卡在这个蜘蛛网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这个景象，这个世界上每分每秒都在上演。我们如果没有来，它也许就这样死掉。好，那我们就刚好来啊，走吧。啊，
好自为之了，我们只能救你到这边了。要从司马库斯桥回到太钢，还要爬一段路。Strava 路段 Semengus Return 距离4.31公里，平均坡度10.1%。照惯例，我在爬坡进行偷加瓦的一个动作。为什么我要偷加瓦？因为我想请出我的好朋友，头戴绿色 Panoma Studios 帽子，身穿黑色 Panoma Studios T 恤 ，Sam 这个组合真的帅气。如果想跟 Sam 戴一样的帽子，穿一样的衣服，请洽 StanCollection.com 谢生宴套餐。最后，我们有请 Sam 讲几句话勉励我们。艳红，陡坡要练啦。艳红，陡坡真的要练啦，不然我们每次都是在玩我全宁的老梗。经过了一番努力，我们终于骑出司马库斯了。哟，立正，敬礼。哦，对那个16K 的路牌敬礼。举手礼，举手礼。好好，这样也可以。敬礼。这16公里是您骑过最虐的16公里吗？此生一定是。来回30，防路格式，很刺激啊！我们现在人在太钢，太钢远远看过去，那个镜头帮我抓一下，远远那个东西，有个高高的，那个是渔老派出所。看到了。等一下我们要骑过去，这么远。我公开发表政见，如果大家支持我当公路局局长，我在太钢做一个缆车直达渔老，方便腔调的车友搭乘。大家说这样好不好？嚯！大家还有想在哪里盖缆车，方便自己腔调不想骑车时搭乘？底下留言，我都会纳入我竞选公路局局长，还是交通部部长，还是行政院院长的主要政见。用山泉水洗头已经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。我们在秀峦的杂货店休息补给，看到我滔滔不绝的在发表意见，我可能又是一直在教艳红算三角函数 sin、cosine、tangent、cotangent、secant、cosecant。艳红听着听着，突然，哦，干！艳红只是坐在那边，也可以突然抽筋，可见司马库斯这个路线是多么的恐怖。我们准备要骑今天最后一个坡了 ，Strava 路段秀峦箭头渔老观景台前，距离10.36公里，平均坡度5.5%。照惯例，我们来进行一段无情的工商广告时间。我们有请今天的模特谢生燕 Sam 这个打扮，绿色 Panoma Studios 帽子，黑色 Panoma Studios T 恤，这个组合真的又潮又帅气。如果想跟 Sam 戴一样的帽子，穿一样的衣服，请洽 StanCollection.com。谢生宴套餐。最后，我们有请 Sam 讲几句话勉励我们。艳红，陡坡要练啦。艳红，陡坡真的要练啦！每当您不想练车时，想想我在前方回头看您的眼神，我这个回眸一看，绝对不是在挑衅，而是在殷切的期盼您长大。虽然您总是说这个眼神伤害性不高，但侮辱性极强。当我快要骑到渔老时，天空飘起了雨。天空啊，不要为我们掉眼泪啦！因为我担心艳红，决定回头找她，然后再进行第二刷。大家别误会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影片效果而已。不过我还是建议艳红把这张照片存起来当桌面，下次偷懒不想练车时可以拿出来看。后来从渔老下山时，更是下着暴雨。不过没事情，我跟艳红都有平安下山，回到坚实市区。好，我们考了司马库斯，再出来了。防路格式啊，艳红，麻烦您来为我们今天的司马库斯做个结尾。司马库斯的英文怎么拼？我不知道。当机中。Semengus， 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因为小球叔叔平常都有在读书，少时爱读书，长大当 YT。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见。